教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今天要报告的论文叫 Swim IR Image Restoration Using Swim Transformer。这是一篇发表于2021年8月的一篇论文。那我的指导教授是刘宗荣教授。那我是今天的报告者，我叫范植茂。那这是我的 outline， 总共分为5个部分。首先是 Introduction。影像修复它是一种从一个劣化的一个图片修复成一个干净图片的一个任务。那一些例子的话，像是影像的超解析 Super Resolution，Image Denoising 影像降噪，跟这个 JPEG 压缩造成的区块效应的移除，那后面就简称叫 JPEG。那这下面这3张图呢，就是并不是这篇论文提出的图片。我只是把它放上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3类的一个影像修复是什么状况。第一张图的话就是影像的超解析，主要就是从一个低解析图片把它就是上采样成一个高解析度的图片。那第二个这个denoising就是有杂讯的图片把它修复成一个无杂讯的图片。那第3个的话就是这个 JPEG 压缩造成的一个失真，就是会有一个区块效应。那其实现实世界中是比较不会有那么严重的这个区块效应发生的。由于这篇主要是在讲 Transformer， 那 Transformer 的话是近几年来一个蛮热门的一个研究领域。那在一个网页上 Paper with Code 上面的话，它主要是收集了各个论文在各个 dataset 上的一个分数表现。那这边举了3个例子是影像的分类、物件的侦测跟影像修复，影像的降噪上，那前3名基本上都可以看到 Transformer 的踪迹啊 ，Transformer 都霸占了前3名，这样，就是说 Transformer 是逐渐慢慢的开始有超越这个卷积网络的这个可能，或者说趋势。那这篇论文的贡献的话，主要就是2个。第一个是他们以 Swim Transformer 为一个基础架构，来建构出了一个影像修复的一个模型，叫做 Swim IR。那第二个话就是他们透过很多实验来证明说，他们的 Swim IR 在3个影像修复任务，包括刚才讲到的 Super Resolution、Denoising 跟 JPEG， 他们的分数都是最高的，而且他们的参数量并不会多到非常多这样子。那接下来要讲的话是 Related Work。那 Related Work 的部分，由于这篇论文主要是以 Swim Transformer 为基础架构，那讲到 Swim Transformer， 那我们也要先讲到 Transformer 在影像视觉上、电脑视觉上的一些论文。那再来要再讲到这个 Transformer 一开始它的一些基础架构。那 Transformer 还是在由这个 Multi-Head 的 Self Attention， 简称 MSA 组合而成的，所以会再讲到这 MSA。那 MSA 又是由多个的这个 Self Attention 组合而成，所以会讲一下 Self Attention 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架构，或者说概念。那最后还是会再讲到一开始 Transformer 是利用在这个一开始就是用在 NLP 上。那所以等一下的这个6个部分会从底下慢慢讲到最上面，最后会讲到这个 Swim Transformer 的架构。那首先是这个 NLP Ne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那这个基本上可以把它视作为一个翻译的任务，就是假如说今天输入一个中文的句子，那你要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或者说英文翻中文，就是各种语言翻。那这边举一个例子 ，NLP 它主要的一些难点，假如说有一个英文句子，我们要把它翻译成中文 ，I arrived at the bank after crossing a river。那 bank 这个单词它有这个银行或者是河岸的意思。假如我们今天读或者说机器读到了 bank，I arrived at the bank，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个单词是河岸还是银行呢？那我们一定要这样子读到最后 ，after crossing the river，
我们一定要看到了这个 river， 那这样子 bank 是河岸的这个翻译的这个几率就会变得比较高。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一个单字一个单字单一一个对应一个对应翻译，因为有时候要看上下文句啊，这是主要 NLP 需要的一些就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关键所在。那一开始主要是用 Recursive Neural Network。RNN 来处理 NLP 的问题，那其实就是透过一个 encoder 跟一个 decoder， 然后一直循环一直做每一项。那后面就又有人在提出了 LSTM， 那它是会有一个状态单元来就是负责储存这个状态的一个单元就对了。对，那但是这两个都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这个 global information 可能会损失，也就是说，他们没办法可能一次看到全部，一次做翻译这样子。那虽然说 LSTM 已经比 RNN 好了很多了，但是量级上还是差太多。假如说今天翻译个2-3个句子 ，LSTM 可能会远胜于这个 RNN。但是假如今天要翻译一篇文章的话，那 LSTM 可能又就是没办法做得非常好。那为了解决这个就是全局资讯的一些损失的话，那就有人提出了这个 self attention 自注意力。就是 self attention 其实现在虽然说电脑视觉都蛮常在用的，但其实一开始他们是利用在这个 NLP 上的。那这边是 self attention 的一些公式啊。那这边有一个图例，我也只是稍微讲解一下它这个 self attention 的一些基本概念。因为刚刚说到 NLP 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全局资讯嘛，也就是说你看一个单词的时候，不能只单看这个单词，你还要考虑到旁边的一些单词的一些影响。那假如今天我们的 input 是一个 thinking machine， 一个思考的机器，假如是这样把它翻译，我们要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一个中文。那假如是要透过这个 self attention 的话，一开始会有这几个步骤。第一个是把它 embedding， 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编码 encoder， 把它 encode 成一个这个向量，就把一个英文字把它编码成一个向量，然后 machine 也会编码成一个向量。这个框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先翻译这个 thinking 这个单词。那编码完之后呢，会有3个另外的向量产生。那这个分别是 Q、K、V。那这个 Q 的话跟 K 是由学习，就是会经过反向传递更新学习的一个向量，或者说一个值啊，向量比较准确啊。那反正就是 QI 跟 KI 两个会做相乘。那这边除了 QI 跟 KI 相乘之外 ，QI 还会再跟另外一个 K2 相乘。那这边主要的用意就是要找出这个单词的关联性，也就是说他们相乘，应该说做内积之后，一个得到112，一个是96，然后除以8，6除以8的话是这个 DK， 假如是64 bit 的话，那这个就是 divide 8，这个都可能会变，这是可以调整的。那在这个例子的话，假如说 DK 是64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是除以8这样子。那所以一个分数是14，另外一个分数是12。那最后再经过这个 softmax， 那最后这个 thinking 这个单词会得到一个 0.88 的一个值，那另外一个就是 0.12， 总和几率为1。那接着再让这个值乘上这个 value， 就是 0.88 乘上 v1， 然后再加上 0.12 乘上 v2， 最后会得到一个 z1。那这个部分 0.88 的意思就是说 thinking 这个跟 thinking 它自己本身一定是比较有高度相关的。那 thinking
加上 machine 对 thinking 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它占了可能10%左右的影响力。那最后的话 ，Z1 经过不断的训练，那最后 Z1 可能就会得到一个思考的一个中文翻译这样子。那反正 self attention 主要的核心思想就是说，你在做第一个单词的时候，除了考虑到其他人之外，还会自己跟自己做，所以叫做 self attention。那接下来再讲的就是 multi-head self attention。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 ensemble 啦，也就是说用多个 self attention 构成的一个模型，然后再把它集成起来。ensemble 是集成的意思。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假如我今天用 attention 训练了 self attention 训练出了一个翻译的一个网络架构，那这个 law 可能跟这个自己跟自己会有关嘛？那它可能还跟了有关，就是可能上下文它会跟了有相关。那另外一个网络的话，他在学的时候，他可能觉得 law 会跟自己会相关，跟了也会相关，可是它有可能跟 be 相关，或者说 perfect 相关，或者说它有可能放在结尾，跟结尾有可能有相关。那用这两个最后的时候再做一个平均的话，那它的模型就会就是准确度会更提升了。所以 multi-head self attention 可以把它称作 ensemble 的 self attention， 那目前是简称叫 MSA。那所以这一个基础的 transformer 的架构就出来在这里，这是 Google 的研究团队提出的一个翻译的一个网络架构。那所以可以主要看到它们由一个 encoder 跟一个 decoder 组合而成。那 encoder 部分的话，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个 MSA multi-head self attention。那这边有3个分支，就代表刚刚3个的向量 QKV。那这边还有一个 normalization 为了加速收敛。那 feed forward 这个是 FFN， 那有可能是一个这个 MLP 的一个架构，就是一个 multi-layer perceptual 的一个网络架构，然后再接一个这个。那这个 transformer 在 NLP 领域当中是非常活跃的，就是他们的指标啊各项的这个分数都是非常好看。但是当有人开始想要试着把 transformer 移到这个影像视觉上、电脑视觉上的话，反而效果并没有说到非常好。那这边就要讲到2020年。这个第一篇把 transformer 用在电脑视觉上 ，Vision Transformer (VIT)， 而且效果是蛮卓越的，这样子，就是它是第一篇使用 transformer 在电脑视觉上。那由于 transformer 它是要处理一个翻译序列，假如是文字翻译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序列的。那图片的话，我们也要相对产生一个序列才能丢进 transformer。那所以我们就需要分群。就是 patch partition， 就是把它分区块，也就是说，这个 VIT 它主要是用在影像的分类上的。那它可能丢一张256×256的一张图，那你要可能最后的结果是要判断说这张图是鸟啊，或者是球，或者是车。那256×256他们为了要产生一个像句子一样的一个序列的话，他们就是把它分块。也就是256×256，它把它分成64块，然后是32×32的大小，那这样就有一个序列，那也可以做编号与定位，那就可以丢入 transformer 的 encoder， 那最后再经过刚刚那一长串的一个网络架构，那最后就会得到一个就是分类的结果。那这个 VIT 最主要就是可以用在这个 image segmentation， 就是影像分割、影像分类跟这个物件的侦测上。那到2021年5月25号的时候，这个 Swing Transformer 被提出来 ，Shift Window Transformer。那由于刚刚上一个那个 Transformer， 它的效能虽然是不错，但是还是没办法超越目前主流的一些卷积网络。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Transformer 一开始就是提出用在 NLP 上。那你可以把 NLP 想成一个一维的一个处理式，就是一维的问题。
那图片的话都是一些二维的问题或者是更高维度，所以直接把 Transformer 这个模型架构拿来用在电脑视觉，一定不会比卷积这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运算来得好。那所以这个 Swing Transformer 呢，它主要就是优化了 Transformer 的一些缺点，然后让它的这个效果可以跟卷积网络差不多的分数。那 Transformer 它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分区块，因为一定要分区块才能丢进 Transformer 里面。那但是分区块，然后又独立的送到了这个 Transformer 之后，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这边之前有用一个分区块做测试的一个图片。那这个分区块的图片它测试出来，因为是独立丢进一个网路里面，那最后的话得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会有这个边界的问题，就是4块这样子兜起来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明显看到有一些边界颜色差异过大的一个地方。那虽然说这个也可以用一些重叠的部分去处理，就像这张图这样子，就是这个主要就是 Swing Transformer 的一个基础架构，一个概念，就是它利用一个 Swing Transformer 的一个 layer 的话，主要就是有2层构成的。那第一层的话就是要分区块嘛，那它原本除了分了这个小区块之外，它还会再用一个 local 的概念，就是再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区块来先做。那做完了，因为还是有分区块嘛，分完区块之后，为了防止刚才说的这个边界的问题，所以在第2层的时候就要避免，就是刚刚切的那个地方一样又再被切到，所以他们就会用另外一种切法，让这个边界在第2层的时候是跟上一层不会有交叉，就是会有就是完全独立丢进网络的状况发生。那这部分其实还可以再多研究了，因为这个部分其实还可以再优化一些东西，大家论文上有写，那这部分我就不再讲。那这一篇其实就是这篇在发出来之后，其实它的那个效果都是非常好，就是基本上已经可以完全取代这个卷积的这个运算，就是用这一层可以取代这个 convolution 的这个效果。那它这一样都是应用在影像的，就是目前都是主要作用在高阶的影像视觉任务上。所以就是说，这个 Swing Transformer 是目前蛮有机会可以取代这个卷积的运算的。那接下来终于要讲到了这篇论文讲的一个 method， 也就是说 Swing IR 的一个基础架构。那 Swing IR 基础架构的这个架构图长这样子。那主要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是浅层的特征提取，第二个是深层的这个特征提取，那最后是一个重建层。那先讲这个浅层的特征提取跟重建层的这个架构。那浅层的特征提取的话，主要还是沿用这个3×3的 convolution。虽然说它这篇是用 Swing Transformer， 但它还是有用卷积，因为卷积其实现在是蛮成熟，说可以获取一张图片的一些低频资讯，就是包括颜色啊，或者是一些纹理这种基础的一些特性。所以他们在浅层特征提取的部分还是用这个卷积。那最后重建层的时候，由于 Super Resolution 是要提升为高解析度，所以它一定需要一个上采样的过程。那他们上采样过程是使用的这个 Subpixel， 那这个之前也有讲过，所以这部分就不再讲。那 Denoising 跟 JPEG 的任务的话，他们就因为不用上采样，只要修复，所以它就还是用3×3的 convolution。那中间就是这个 Deep Feature Extraction， 其实这篇也就只是把 Swing Transformer， 由于 Swing Transformer 现在都是用在高阶的影像处理任务上，那它这篇就是把 Swing Transformer 把它拿来用在这个低阶的影像处理上，就是刚刚说的这3个影像修复任务上，那就效果就是非常好。那它这边就有放一个基础架构，那其实可以看到基本上
Swing Transformer 基本上就是会两成对，不会有那个单个的 Swing Transformer Layer 存在，因为 Swing Transformer 就是成对的，因为第一个的话就是要一个切，像刚刚那张图切4块，那第二个 Layer 的话就是要跟它不重复，这样子两个之间都会不重复，这样子就会排除掉这个边界的问题。那 STL 这边有看到这个 MSA 就是刚才那个 Multi-Head Self-Attention， 那一样它也是有经过这个 Normalization 的加速收敛。那这边最后这个 Feed Forward 它这边是用 MLP，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它用的这个，它这个是2层的那个 Multi-Layer Perceptual， 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后面是用这个绝路，就是 Gaussian Error Linear Unit。那其实这个激发函数是长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基本上也是在 NLP 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个激发函数，就是这个就是可能平常我们是用 ReLU 啊或者 Leaky ReLU， 但 NLP 里面最常用的是这个 Gaussian Error 这个激发函数这样，那他们也沿用这个，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效果做实验之后觉得不错这样子。那最后的话就是损失函数。影像超解析的话，他们是利用 L1 loss， 那就是这样 MSA。那这个 denoising 跟 JPEG 的话，它是用 Charbonnier loss， 那也是长这样。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L1 的变种，那它这个后面这个小参数是为了稳定这个损失用的。对。那接着要讲的话是实验部分。那首先是 Ablation Study 啊，那他们做了一些就是包括 Channel 的个数啊，然后或者这个 RSTP 就是刚刚 Residual 那边的，然后 Layer 有几层，那他们都做了一些比较，然后跟一个就是把那个 Swing Transformer 换成 Convolution 来做看的话，效果会比较好。那就是可以看到那个Swing Transformer 跟 Convolution 比起来的话，他们在这3个任务当中是，它在这边是测试在超解析上是 Swing Transformer 是比较好，但也不能说 Swing Transformer 就是会比 Convolution 来得好，啊，只是在这边目前都是 Swing Transformer 会比较好。那包括他们还有做一些就是要训练几个 iteration 啊，然后或者是训练的图片啊，或者说训练的这个大小，他就做了一些数据这样子。那实验部分的话，它 Super Resolution 主要有3个，再分3个小细项。影像超解析它有一个传统的超解析，跟一个 Lightweight， 也就是这个模型大小要很小，就不能太大的一个模型，要轻量型的一个模型，然后这个效果又不能太差。那第3个的话就是真实世界的影像超解析，就可能像是摄影那个监视器的画面啊，要把它超解析回来之类的。那第2个的话就是 JPEG 的 Block Removal。那第3个 Denoising 又再分2个细项，一个是灰阶的 Denoising 跟 Color 的 Denoising。那这个图我就放就好，就是他们测的是蛮多个的一个那个 dataset 啊，那其实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分数，红色第1，蓝色第2，那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是最高的，对，基本上都是分数最高的。那第2个的话是这个 Lightweight， 也就是轻量型的这个网络架构，那可能就是减少一些 layer 啊，或者是减少一些 block 的数目啊，这样子。那这边 Swing Transformer 一样都是分数最高啦，基本上都是第1名。对。那这边是一些可视化的一个比较图，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基本上 Swing Transformer 的效果啊，跟这个 HR 是最接近的，就是可以看一下。那下面这张图就是真实世界的这个，就是 Real World 的 Super Resolution Dataset， 那也可以稍微比较一下，就是他们的效果真的是比较好的这样子，就是纹理啊各方面，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细部的杂讯，就是目前这个看起来这个是比较好的。
那 JPEG 的这个就是 Artifact Reduction 的话，那这个 小 Q 的话就是 Quality Factor， 就是这个品质因子啊，就是可以控制这个压缩的这个一个参数这样子。那越高的话，品质越好。那他们测试的这两个，那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分数一样都是最高的这样子。OK。那最后这个话，他们就是测试在灰阶的 denoising 跟这个 color 的 denoising， 一样都是他们分数最高，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其中这个 BN3D 跟这个 WNNM 是这个就是不是深度学习的网络啊，就是比较传统的鲜艳知识的一个降噪的一个演算法 BN3D 跟 WNNM。那其他的都是深度学习的一个算法。那 Sigma 的话，这个就是标准差，就是可以控制杂讯程度的一个参数。那这是一些可视化，那就是可以看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个 denoising 的这个效果啊。其实这个因为其实 DNCN 跟这个 FFD-net 其实那个效果这虽然用的层数很少，但他们其实那个效果都不差。所以这个可能灰阶看不太出来。那这个 color 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基本上他们这个部分是这个就是有颜色的影像降噪的话，这个部分就可以看得比较出来一点。那最后就是结论的部分。那这篇论文主要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两个，就是它利用了这个 Swing Transformer 来构建一个影像修复的一个网络架构，叫 Swing IR， 然后透过多个实验来证明它们的效能。那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现在 Swing Transformer 现在已经被感觉可以取代 Convolution 了。那其实基本上之前用 Convolution 做过的东西，用 Swing Transformer 再做一次，又可以再发一篇论文。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有很多这种，就是用 Swing Transformer 来超过比较传统的一些 Convolution 的一个网络架构的论文出现。所以现在 Transformer 的论文到处都是。那这篇论文最后他也在讲说，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可能就是想要再多做一些 restoration 的任务，那包括 deraining 跟 debroadening， 就是去模糊跟这个去语。那这是我今天的报告，好，谢谢大家。